一缓吧。人呢？啊，你不是要请我吃大餐吗？你干嘛约到我们学校啊？我们学校食堂没什么可吃的。自从你讲了你伤心的爱情故事，我才发现，能让我不痛苦的唯一办法就是看你痛苦。我交的这都什么朋友啊？你怎么来了？他到了，他还挺准时。周一，我跟他聊过了，你们之间真的有误会。你不相信别人，还不相信我吗？你别说你坚强，你不需要爱，其实你比别人更软弱。你跟李端到底能不能复合，这不关我的事儿。可你自己呢？你不能让某些东西压着你一辈子。你帮了我那么多次，就让我回报你一回吧。那你们慢慢聊，我就不打扰了。在洱海开一间民宿，是我下半生必须实现的一个梦想。我几乎每年都会去那里走走停停，寻访当地的合适民居，还有有机农场。去年初秋，我在彩村，洱海西岸的一个小古镇。半夜呢，房东约我去打夜渔。我们2个人一条船，漂在海面上，银河就坠落在头顶，就好像所有的星星都是属于我的一样，太美好了，你真应该看看。好，我可以给你投资。没看出来啊，你约我出来是为了谈合作。你别误会，出钱的是我爸，我有什么厉害的呀？啊，我连我自个儿喜欢的人啊，嗨，说这个干嘛呀？我觉得你这个理想啊特别好，我呢愿意为你实现那个理想。那你能跟我一起去吗？去哪儿？本来我没想说，但结果不小心就说出来了。说实话，在遇到你之前，我对我的人生规划就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会不自觉地想，大堂设计你会喜欢的。这么好的风景，你要是能看一看的话，就太好了。默默，我不是一时兴起，是真心想邀请你。这是我的设计稿，这是大堂设计。我准备采用庭院式风格，扶梯呢，我准备用西班牙的米黄运饰，廊河呢就用铁花和钢丝，运用智能家具，放弃传统式前台。尤其是这个回收垃圾啊！怎么了？不感兴趣？不喜欢？确实是有点儿。我的错，不好意思。咱们聊房屋内部设计，这个你肯定感兴趣，这个最浪漫，你肯定会爱死这个设计啊！你看啊，这个床旁边呢，我不准备用这什么蝶花啊、玫瑰花都不用，太单调。咱们用什么？用 LED 屏幕。
里边放什么呢？流光溢彩，这样多好。你打住吧啊！我呢要回去上班了，再见。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你对这个 LED 的事儿不感兴趣？一点都不。我就知道设计有问题，其实。怎么改呢？这是？只不过才过了7年，好像过了一辈子，一切都没变。只是我们都变了。阿姨来找我的那个下午，你是故意躲开我的吧？是我妈安排的，她是想跟你单独聊聊，不希望我在场。妈，您跟他说什么了？他怎么跑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下午你们说的是什么。阿姨，你怎么来了？来找周一吧。啊，小李，你要对我们周一好啊。阿姨，你怎么了？我就这一个女儿，交给你了。不是阿姨，你这好端端的说这个干嘛？你们俩的事儿，你爸爸妈妈怎么看？啊，我妈我爸挺同意的，啊，他们也觉得挺好的。我有个想法，当然，按老规矩，这会儿说出来，挺奇怪的。你别怪阿姨冒昧。没事，阿姨，您尽管说，怎么了？我想，能不能安排一下，我和他们一起吃个饭？找个地方阿姨请客，或者到阿姨家也行。要不都毕业吧，阿姨。是不应该这么着急，可阿姨有点特殊情况，不是深思熟虑，阿姨是不会张这个口的。怎么样，小李，你就当帮阿姨个忙好了，回去跟你爸妈说一下，如果他们不愿意，阿姨不勉强。我真做不到。如果我知道那是最后一次见阿姨，而且阿姨已经身怀绝症跟我说那些话，我想结果一定不一样。我知道，跟你说这些你不感兴趣，可是那天下午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你应该知道，上大学的时候，我爸妈反对我上大学谈恋爱，让我以学业为主，所以咱俩的感情一直以地下为主。每回他们来学校，咱们都得装作谁也不认识谁。我知道这让你很不舒服，可是从小我一直听我父母，我也找不到一个好的沟通方式跟他们说。可后来，你为了我放弃了工作去考研，我真的很感动。我一想，我
我也快工作了。作为一个男人，我应该担起责任来，所以我选择跟他们摊牌。你是要女朋友还是要你妈呀？别的我们都可以听你的，这件事情必须听我们的。这个时候谈的恋爱都不算数的，不能修成正果的。如果你要跟他在一起的话，我们就没有你这么个儿子。你从来没告诉我这些。一次次失败的沟通，一次次被他们追压，我哪还有脸跟你说？那个下午，我爸妈也来学校了，他们是放心不下我才来抽查的。阿姨，您都这么说了，那我回去跟我爸我妈说一下，说。怪不得他是那样的反应。李队，如果你这次不来，你以后永远都不用来了。我一猜你就躲在这里打电话，不是答应我们不跟这个女孩子来往了吗？她跟你不合适，不要再来往了。你答应过的，对不对？我知道，打个电话。啊，不行，你不能再跟她来往。我求你，求你，你现在什么？你管管她好不这个好？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啊！可那之后，我跟毕业导师因为做设计去了惠州。你还记得我在技工学校收到你的分手短信吗？我当时打电话给你，你电话已经关机了，我真的很不理解。我是从留在本校的学生里才得知你辍学的消息。他们说你离开学校的那一天，还见过你，说我有了男朋友。是啊。那我目的达到了。你们好吗？连1个月都不到。其实严格意义上说，根本不算什么男朋友。现在想起来，对那个男孩同样也不公平。那时候我只是希望这个消息能伤害到你。也许这就是命运跟我们开的玩笑吧。我的心里只有你。
谁呀？谁这么没礼？哎，你李白天，你谁呀？李白天，出来！哎，不是，先生，这是我的家，你怎么能擅闯民宅呢？李白天，谁呀？李白天是谁？我媳妇儿李白天。你媳妇儿是谁？这哪有你媳妇儿呢？出来啊！我看见你了，别躲！不，先生。哎，李白天，你。我告诉你啊，吐字给我清楚点，我叫李白田，听懂了吗？今天你来了，我就把话跟你说清楚了，咱俩早就结束了，结束了。小李，他是谁呀？怎么回事啊？啊？跟我说清楚是吧？对。好，那咱就别藏着掖着了。你说你带着孩子跑别人家吃香的喝辣的，你把我当什么了？我告诉你啊，赶紧跟我回去，给我妈一个交代，要不然别怪我翻脸不认人。走。哎，等等。干什么？小李，你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发生什么事了？这孩子到底是谁的？谁的？当然是我的了。你能拿什么证明？你有什么能证明呢？没有。你有吗？想要证明是吧？简单啊，医院做个亲子鉴定不就完了吗？如果孩子姓林，我扭身就走，二话没有。如果这孩子是我们包家的，娘俩我都得带走，而且你们林家必须包赔我精神损失费，大大的精神损失费，赔得你们倾家荡产。哼，你还别指我，告诉你，再指这孩子也是我们包家的种。哎呀，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怎么了？哎，大姐，姐，我是不是演过了？当然演过了。那你刚才给我比划什么呀？别废话了，赶紧去医院。哎，快起来！对不起。没事，要真出什么事了，我负责。干嘛要你负责啊？要怪也怪李段，对，他出的馊主意。就怪李段。我姐怎么样？对不起啊，都怪我们，我们考虑不周。也不能怪你们，我姐跟我姐夫闹离婚，然后方淼知道真相都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加上我们再这么一闹，早知道我就不应该瞒他，把事情说开了就好了。你姐和你姐夫要离婚？陆阳，怎么样了？要不然这样，你们先撤，我姐要出。懂。那我们几个就不跟你在这添乱了，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没事啊。好，医生，那个，我姐怎么样了？她是由于一时的焦急，导致了神经系统的紊乱，造成了昏厥。现在已经没有事儿了，但是我建议再观察一晚。哎，是确定没有事儿吗？放心，肯定没有事儿。行，哎，那辛苦你了，麻烦您了。应该，谢谢啊。谢谢您。谢谢。悠扬，没事了，别担心。行。哎呀，这下可好，这林悠扬和方淼还没怎么着呢，倒是把林优雅和邱子栋给整离婚了。这个林优雅差点从装病到真病，你想想，一开始我就说这么干肯定不行吧？你看，出问题了吧？我还是觉得吧，当初就不应该让周末上。凭什么怪我呀？哎，我可是严格执行命令、执行任务的啊！什么意思嘛？方案是大家同意的，现在说我呀？我当时投票给叶子。行，别吵。老大，怎么办呢？我们身边总有那么些人出现在我们身边，可总被我们集体的忽略。你是说林悠扬的姐夫邱子栋？整个林家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是林悠扬和林优雅姐弟俩的合照，只有在角落里才能偶然间发现他们夫妻的合照。而且，在我们看来，这样一个家庭妇男、不修边幅的男人，可你们谁能想到，
他可是当年南方航空公司最受空姐们欢迎的飞行员，英俊帅气。可是邱子东却从来都不动心。从中学时代就深爱着林永雅的他，甘愿为她奉献一切。而当年林永雅为了他的弟弟，举家搬到本地。林永雅的工作属于正常变动，而邱子东申请调职的时候，却遭到了领导们的极力反对。可在姐姐的鼓励下，邱子东愤然地辞去了工作，在本地做了一个地勤，而且是临时工，每2年1签。在我看来，他的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蓝天。这样一个为林永雅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男人，你们能想象到他的心里有多苦吗？谁能知道？我相信，他才是解决林家所有问题的钥匙。可是他已经消失了。我知道他在哪儿。即便在买菜的半个小时里，他也要抽出10分钟去小酒馆喝上一杯，来排解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这个男人心中到底有多灰暗。服务员，这杯威士忌，谢谢。送给你，自动的。你是？我叫李段，林永雅的朋友。我的职业是复合大师。我是个独生子，但是在我这个年龄，可能是比较少见的。我在我堂哥表姐之间，我是最小的一个。他们年龄最小的估计都比我大7、8岁，所以我小时候挺孤独的，也没人陪我玩。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母亲给我生一个弟弟啊或者妹妹之类的。长大了以后，我也特别喜欢孩子。我高考的时候差点做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你知道什么吗？我报考的志愿差点报幼师，当然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到最后，我当了飞行员。我很喜欢这个职业，我喜欢飞，我喜欢那种在天上自由自在的感觉。当那么大一台机器掌握在你的手上，多厚的云层你都可以去突破出去，那种感觉是你们没有飞过是感觉不到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挺羡慕优雅的，有这么样一个弟弟。虽然以前日子过得挺苦的，但是他们能相依为命，对他弟弟那么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也是我欣赏和喜欢他的地方。后来直到有一天，优雅和我说，他要来本地和他的弟弟生活，他想问我是继续飞，还是和他一起来生活。当然生活，因为我爱他。做什么我都愿意。过日子嘛，到哪儿不是过？我这个人有一个信条，就是随遇而安。我不想和命运做抗争，因为那样会苦了我自己的。更何况这件事情，又是我最爱的人提出来的。直到有一天，
和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如果按照他的逻辑，我是什么？我们结婚又是为了什么？我不反对他说，先想让自己的名下有后代。可是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我没有自己的孩子。我每次劝他去医院，他总是推三阻四的。我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小心眼的男人吧？但是唯一的一个愿望，我想要孩子，变成一种伤天害理的时候，这个日子，过得有点憋屈了。对不起，不好意思。谢谢你，谢谢你的帮我们。但是我想跟你说，你可以走了。我和林佳，从今以后，真的不再有关系了。咱今天不聊林家的事儿。帮我一个忙，行吗？我给您炖了一只鸡，有机农场的。我听悠扬说，姐最近身体不太好。姐夫，我熬了点砂锅粥，我想看看姐。什么子宫内膜移位，又不是不治之症，又不是不孕不育。悠扬是我们林家唯一的血脉，我绝不能冒一丁点儿的风险。那你说这个小李跟方淼比起来，谁更好？你自己说。如果不和方淼在一块儿，我呀这辈子就一个人过。
这个是你的建议的话，这一次我听不了你。刘雅姐，你好。你是？我是复合大师李端。之前在您家发生的事情是我一手安排的。我今天来，是有些话想对你说。姐姐，林悠扬他不是您的儿子，他是你的弟弟，他已经长大了，不是那个每天需要开灯才能睡觉的3岁孩子了。是。我们知道你为他付出了很多，但是现在是时候该放手了。我为他付出很多，你知道什么吗？我知道。4年前，您变卖了上海的西郊别墅，毅然搬到本地，为了您弟弟打拼事业。这是在林有雅家发现的。你针对方淼也是因为你弟弟将来老了之后，你担心他没有人照顾。你和子东哥结婚10年了，你们一直没有孩子，并不是出于你的无奈，而是你的选择。你明明可以怀孕，但是怕子东哥催你，所以你一直偷偷的避孕，对吗？优雅姐，父母都会先自己老去，子女也都会有自己的生活，唯独配偶才是陪伴我们走完一生的人。难道这不是真正的幸福所在吗？放手并不等于被迫退出，而是新的开始。你和子东哥都还年轻，这才是你们的生活。爱情和亲情如何正确的排序，我想应该是相互互补、友好并存。就连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曾因为幼稚、因为无知，处理不好爱情和亲情之间的矛盾，而失去了太多太多。我问方淼，当他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恨你？他如何做到当一切什么都没发生过？他怎么说？我一直拿姐姐当亲人看，我当然不能当成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至少我得鼓起勇气试一试。她毕竟是悠扬的姐姐，我爱悠扬，我得为她试一试。优雅姐，你也有你爱的人，这个爱人放弃自己的
原谅我的了。我对不起你们。明晚7点，798，7年之约，不见不散。My God, My God， 卢老师，我宣布，即刻放假，既工作亦约会。